深夜我点了一份外卖，骑手在距离5米时打了个电话，可我接通后，电话那头却一句话都没说。喂，有人吗？说话啊！没想到骑手却在这时私信我。不好意思，我是聋哑人，给您打电话是为了能第一时间通知您取餐。我刚准备去开门，眼前突然飘过几行弹幕：不要去开门啊！门外那个根本不是什么外卖员，是杀人犯啊！我被突然出现的弹幕吓了一跳，想要去开门的手猛地一抖，瞬间缩了回来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杀人犯？与此同时，又有一大片弹幕在我眼前飘过。他给你打电话，是为了通过电话里的声音确认你是不是独居女性啊！真服了，每次惊悚文的主角都这么没脑子。这个外卖员明显就有问题，还要去开门。虽然我向来不爱信这些怪力神学，可眼前这些字却真真实实的漂浮在我面前。我来不及思考其他，只抓住了弹幕中的重点信息。现在我的门外正站着一个随时可以杀掉我的杀人犯。我警惕地贴在门前，屏住呼吸，透过猫眼向外望去，可外面的楼道里空空荡荡，一个人影也没有。我的目光紧紧盯着猫眼外的楼道，很快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我们小区楼道内装的都是自动感应灯，只要楼道里有人，灯就会一直亮着。此刻楼道里明明一个人都没有，感应灯却久久亮着，这就说明楼道里藏了人，而这个人刚好在我的视野盲区。我立马关掉屋内的灯，而后低头看向大门底端的门缝处。屋内的灯熄灭后，原本门外的光会立刻透过门缝照进家里，可此刻大门正中间的门缝却被一团黑影结结实实地挡着，只有两侧透了几丝微弱的光进来，外面真的藏着一个人。他此刻正缩着身子蹲在我的房门口，只有这个位置是在猫眼的视线死角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突然亮了起来，是外卖骑手又发来了一条信息：你怎么还不取餐？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我可以帮你。隔着门缝看着那团蠕动的黑影，此刻我更加确信刚才那些弹幕的真实性。我果断地退离了门口，将所有门窗全部锁死，而后拿出手机就准备报警。就在这时，又有一大片弹幕在我眼前飘过。这女主开始长脑子了，居然没去开门，还只打关房间的灯来看门外杀人犯的影子，好聪明啊！但是女主作为第一个被杀害的受害人，如果她这时候没有开门，那后面的剧情就没法继续了。是啊，女主被害死后，男主伤心欲绝，才有了之后男主惊悚断案的剧情啊！看到这些漂浮着的字后，我心里猛地一颤，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果不其然，我手机上的报警电话还没拨出去，大门那儿传来一声冷笑，而后又传来几声轻微的摩擦声，像是有人在轻微挪动着身体。我紧张地握紧拳头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下一秒，一把巨大的电动伐木锯瞬间穿透了房门，锯齿疯狂旋转着，发出令人胆寒的声响，而后猛地一用力，房门被彻底锯开，男人的身影逐渐清晰起来。他戴着黑色的口罩和帽子，我惊恐地往后退去，却发现自己已经退无可退。他一句话也没说，直直地看着我。我绝望地举起双手，试图做最后的抵抗。我和你有什么仇吗？至少让我死得明白。可男人却依旧一言不发。他缓缓举起伐木锯，用力一挥，我只感觉一阵剧痛，眼前瞬间被鲜血染红。在彻底失去意识之前，我又看到了那一串一串飘出来的弹幕。我就说嘛，这女主就算不开门也得死，剧情已经设定了。她就是第一个死的受害者，她逃不掉的。哎，好可怜啊！她已经很聪明了，可还是难逃一死。行了，楼上别哭屏了，憋屈的部分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可以看男主断案复仇的爽文了。再睁开眼，周遭的血腥味和身上剧烈的疼痛感已然消失，我发现自己竟完好无损的又站在了家门前，手正要伸向门把手开门，眼前的一排排弹幕又弹了出来。不要去开门啊！门外那个根本不是什么外卖员，是杀人犯啊！我想要开门的手瞬间缩了回来。我这是重生了，上一世将我劈成两半的人，此刻就蹲在门外。我火速跑进了卫生间，将卫生间的门反锁加固。从那些突然出现的奇怪弹幕里，我很快理出，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在一本恐怖小说中，而这本小说是围绕屋外这个凶手和一个高智商少年展开的故事。这个故事以我的死为开端，我死后男主伤心欲绝，才卷入了这场纷乱。可我连男朋友都没有，这个所谓的男主到底是谁？这时手机发来了外卖员的消息：你怎么还不取餐？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我可以帮你。和上一世一模一样，我知道那个杀人犯马上就要进来了。卫生间离楼道的窗户很近，只有爬出卫生间的窗户，我才有逃出去的希望。此时隔壁传来电锯锯穿大门的声音，杀人犯马上进我家了，我不敢有丝毫停留，迅速跳出卫生间的窗户，手脚并用顺着下水管往上爬，翻进了楼道的窗户。在电梯和楼梯中扫视了几眼后，我火速冲进电梯，按下1楼，而后跑出电梯。楼道昏暗杂乱，是个藏匿的好地点，而电梯刚好下行，可以给杀人犯制造我在电梯中的假象。眼前的弹幕又开始滚动起来。我去，这女主牛逼啊！虽然出场时间不多，但是真的很聪明。这女主确实还不错，有勇有谋，不愧是男主喜欢的女人，只是可惜红颜薄命了。是啊，她
他就算逃出房间也没有用，楼下出入的大门都已经被杀人犯锁死了。我一边看着这些弹幕，一边思考着对策。如果这个世界是围绕着杀人犯和高智商男主展开的，那么说明男主的能力和智慧是高于杀人犯的，所以他注定能斗赢杀人犯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拖延时间，找到男主。可这个男主究竟是谁呢？我一边往下跑，一边寻找着更好的藏匿点，最后躲在了7楼楼梯间的杂物堆里。这杂物堆堆满了清洁阿姨留下的秽物，到处是黏哒哒的腥臭液体。没过多久，楼道内传来了一阵急促又沉重的脚步声，是杀人犯追来了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憋着气不敢呼吸。妈呀，看得我好紧张啊！女主马上就要被发现了，好可怜啊！要是现在男主在就好了，他肯定能保护女主。男主现在还在家里睡大觉呢，虽然和女主住同一幢楼，可女主和他现在根本就不熟，怎么可能去和他求救呢？要是女主给男主发一条微信就好了。男主这个恋爱脑可是给他设置了特别提示音的，肯定可以救他。我抓住了弹幕中的重点信息，男主和我住同一幢楼，还有我的微信好友。与此同时，脚步声停在了我面前，我躲在杂物堆里，透过缝隙看着外面那团人影，心颤得厉害。好在他只是停了一会儿，很快就接着往楼下走了。我火速筛查微信列表的好友，很快找出了2个符合男主特征的人，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二蛋，另一个是小区中清洁工王大爷的孙子张大强。我愣了愣，这2个人我都不熟，但我还是编辑了求救信息，群发给了这2人。按照弹幕所说的，男主给我设置了特别提示音，那最快回消息的那个便是男主。很快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二蛋发来的。你躲在原地，现在千万不要乱动，我马上来找你。可下一秒，张大强也发来了消息，快离开现在待的这个位置，那个人是个高智商玩家，你那里已经不安全了。他们几乎是同时给我回了消息，到底哪个是男主？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楼道里又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难道是那个杀人犯又回来了？就在这时，弹幕又滚动了起来。哇，女主向男主求救了，她怎么还同时求救了2个人？另一个人是谁？女主有救了，我们的大男主马上要来了，要提前看到男主那张帅脸了吗？我又抓住了关键信息，帅。二蛋那张脸确实很精致，我选择相信了二蛋，果断地躲在原地。楼道里的脚步声很快停在了我面前。小将，是你在里面吗？是二蛋。我揭开挡在身上的腥臭杂物，正好对上了面前的那张帅脸。不好意思啊，小将，我刚在外面吃了夜宵，我没来吃吧。二蛋的话还未说完，我突然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。弹幕里之前说的是，男主虽然和我住在同一幢楼，可案发时男主正在家里睡觉，但二蛋却是从外面回来的。一股寒意自脚底直窜脑门，忽的一阵有规律却极缓的脚步声从二蛋身后传来。我颤抖着抬眼望去，那个人依旧戴着黑口罩、黑帽子，手中的电锯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烁着寒光。他猛地举起凶器朝着二蛋砍去，二蛋甚至来不及反应，就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。下一秒，我也感觉一阵剧痛袭来，眼前的世界逐渐变得模糊。那些弹幕又出现了，女主居然不是第一个受害者了，这个小哥哥是谁啊？长得也好帅啊！楼上的瞎说，男主才是本文中最帅的。再醒来，我又回到了家门口，手依旧正要去开那扇门。不要去开门啊！门外那个根本不是什么外卖员，是杀人犯啊！这一次，我很平静地掠过那些弹幕，一边顺着老路躲进了楼道，一边给张大强发去了求救消息。他很快就回了消息：小佳，你听我说，趁着他还没发现，你现在马上跑进电梯，将10楼以下所有楼层的键全部按满，然后在5楼下，5楼的502住户住的是一名退休武警，他一定会帮助你的。该说不说，这个男主确实很聪明。我以最快的速度冲进了电梯，按男主说的那样，按下了10楼以下的所有楼层键，这样杀人犯即便可以看到电梯外的显示器，但也很难判断我的位置。我很快下了电梯，来到5楼，找到了502住户。也许是神经太过紧张，敲门时我没敢敲得太大声，可门还是很快被打开。一位面容坚毅的退休武警出现在我面前，和他说明情况后，老武警立刻让我进屋，并警惕地关上了门。此时张大强告诉我，他已经报了警，现在正在赶往502的路上。就在我终于要松下一口气时，忽地听到大门被轻轻敲了2下。你好，外卖！我心中一惊，刚想要制止，却发现老武警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门口，手正搭在门把手上。我怎么不记得我点过外卖了？我急得脱口而出，不要开门！可还是晚了。门被打开的那一瞬间，杀人犯举起电锯就冲了进来，很快武警倒在了血泊之中。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，下一秒剧痛袭来。再次重生后，我依旧第一时间联系了张大强，但是这一次我明确和他提出，我是否可以直接躲进你家？从前几次失败中，我基本已经理清了思路。这个世界中，除了男主，只要掺和进这件事的人都必死无疑，并且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会为了让剧情正常发展而强行降智。比如上一世的那个老武警，明知自己没有点过外卖的情况下，这么轻易的就给外面的人开门。所以这一次
我选择直接和男主人肉绑定，可弹幕却在这时炸了。我靠，这女主这时候不是和男主不熟吗？怎么说话这么直白？我怎么感觉女主跟有上帝视角似的，好像提前知道男主能救她，所以才突然这样。或许是因为之前的弹幕磕得太起劲了，我站在男主家门口时，心里还抱着一丝期待。可门打开的一瞬间，我却彻底愣在了原地。眼前的男人别说帅哥了，就连普通长相也算不上，黝黑的皮肤，肥硕的身体，一张油腻的大脸，装着2颗绿豆眼。我还确认了一遍，你是张大强吗？男人迅速把我拉回房中，先进来说话。此时又飘过一阵弹幕，男主出来了，好帅啊，太帅了吧，我要爱上了。和女主好配，男帅美女，我真的磕到了。看到这些弹幕，我严重怀疑这个世界的真实性。男人看着我，言简意赅地说道：我已经报过警了，警察估计20分钟就能到。我家地板下有一个我做实验用的小空间，这段时间你先藏在里面，听到什么也不要出来。男主虽然与他英俊的人设不符，但我还是选择相信他的能力，很快躲进了男主的小地下室里。而在一个藏匿的阴暗角落里，我竟然发现上面贴满了我的照片，旁边的纸上则写满了我的个人信息。酱汁，生日2000年6月18号，喜爱跳舞和2次元。我心中隐隐觉得不适，可弹幕却突然风了一般涌了出来。我去，男主这单恋也太疯批了吧，居然藏了这么多女主的照片，好感动。我觉得女主已经爱上男主了。我真的有些无语，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外面始终没有动静。就在我担心男主会不会出事时，地板从外边打开了，也有人在群里发消息，想嘎人，有人想死吗？501的小情侣调侃回复，不想活了，你来吧。几分钟后，小情侣躺在血泊中的照片被发了出来，还有人报名吗？没人的话，我可随机了。看到照片的一瞬间，我吓得从床上弹了起来。照片里501的小情侣浑身是血的倒在茶几的旁边，身边的季涵被我吵醒。我去，这怎么回事？他指着屏幕的手哆哆嗦嗦。这时手机再次响起，群里的消息如潮水般涌了出来。先开口的是302，我去，你玩真的？403也紧随其后，搞什么呀？大半夜的吓唬谁呢？102，这照片一看就是 P 的。你们仔细看，那男的手都快 P 成6个指头了。我放大那张照片仔细端详，哎，真的是6个手指头。季涵将手机抢了过去，沉思片刻，这张图没有 P， 而且我记得好像那个男生就是6根手指，是吗？我刚刚放下的心再次被揪了起来。季涵是广告公司的，对照片的敏感度很高。他说不是 P 的，那大概率就不是了。这时501突然发来了一串语音，一个用了变声器的声音在室内回荡。还有人报名吗？没人的话，我可随机了。季涵惊恐开口，这人疯了，别说废话了，赶紧报警吧，我年纪轻轻的可不想死在他手里。季涵嗯了一声，我走到房门前将门反锁，警局的电话接通了。季涵3言2语的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，得到的回复是，这几分钟内已经接到了3个人的报警电话了，他们正在往这边赶。听到这里，我重重的松了口气，打开手机，我看到502的业主重新拉了个新群，里面是502、403、102、302跟我。这时502发来消息，我刚才看到一个男人拎着刀从501家里出来下楼去了，刀上全都是血。那个男人戴着口罩和帽子，看不清他的脸，我不确定是不是宋哥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报警一直忙线，我急忙打字说自己已经报过警了。警察在来的路上，其他几个邻居都说自己报警的时候提示线路繁忙，根本没有打通。奇怪，季涵刚刚说有3个邻居也报警了呀。我下意识地看向季涵，正想开口询问，他突然冲我招了下手。与此同时，门外传来了下楼的脚步声，透过猫眼看去，一只瞳孔正死死地贴在猫眼的位置。我吓得捂住了自己的嘴巴，靠在门上。冷静过后，我再次大着胆子从猫眼看过去，宋哥已经走到了中间电梯的位置。这时手机再次响起，是302的业主给我发的私信，小将，宋哥站在咱俩的门外面呢，下一个不会是咱们2家吧？你说这可怎么办？要不咱们一起出去把他扑倒，咱们3个人还打不过他一个吗？季涵则是非常赞同302的想法。不对，302没有安猫眼，他一直说猫眼是个很不安全的东西，别人要是把猫眼给撬开，就能将铁丝伸进去把门打开。既然他看不到，又怎么知道宋哥站在外面呢？现在外面的那个人穿着一身黑，戴着帽子跟口罩，根本看不清楚到底长什么样。最重要的是，只要我们不出去就是安全的。外面那个男人冲我们这边深深的看了一眼后，直直的冲着302的方向走了过去，在门口顿了几下后，缓缓打开了302的门。季涵眉头紧皱的向我询问，走了吗？他进对面了，进去了，怎么进去的？
撬门？季寒一连串问了我几个问题，不像，看着好像直接打开门就进去了。不对啊，那个人直接开门就进去了。502也说看不清楚凶手的样子，你说会不会是302假扮宋哥杀的人啊？季寒这会儿也是慌了神，我又不认识他俩，怎么可能知道啊？这时手机响起，是宋哥拿着302的手机发来的消息，是302满身是血的躺在地上的照片，接着又发来几串语音。再问一遍，有人报名吗？没人的话，我继续随机了，或者公屏点你们投票，谁票数最多，我就先杀谁。我全身冰凉，站在原地。你刚才电话到底打通没啊？怎么警察还没来？打通了啊！我再打一个，太晦气了。来你家借住几天就遇上这样的破事儿。他当着我的面再次拨通了电话，对面是个温柔的女生。我噼里啪啦的将事情再说了一遍。警察姐姐，死俩人了，你们快来啊！对方再三承诺，警察已经在路上了，我才稍稍的松了口气，火速重新拉了个群，把剩下的几个人都拉了进来。我刚才看见他进302了，但奇怪的是，不是撞门，不是撬门，而是直接开门进去的。403明白了我话里的意思，他俩该不会是合伙的吧？没沟通好，所以宋哥把302给杀了。我回复合伙，为什么合伙？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吗？这时403私聊我发来的消息，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？他们3家前几天吵架都动刀了。他儿子小友今年7岁，转来城里上小学，上了没几天就遭遇了严重的校园霸凌。那群中产阶级人家的学生，连续1个周将他儿子堵在学校旁边的小巷子里，让他下跪，逼他舔鞋子上的垃圾，往他身上撒尿。小友初来乍到，不敢告诉家长跟老师，最后受不了跳楼自杀了。他说完后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前几天在某个短视频平台上曾经看到过这一幕，原来里面被欺负的那个小孩子是他的儿子，但这跟小情侣还有302什么关系啊？403继续跟我说，小友死后，宋哥跟嫂子就一蹶不振，低迷了很久。302许是看他们也很惨，就给宋哥介绍了个外地的活，结果一来二去的就有人传，趁着宋哥不在家，嫂子跟302搞上了。巧的是501的小情侣就曾经看到嫂子从302走出来，宋哥从外地回来后就恼了，拎着刀就去找了501的小情侣，当时都惊动了警察，所以很有可能302跟210合起伙来弄死了那对小情侣。最后宋哥气不过还是宰了302。我不在的这几天居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没跟我说呢？季寒慢半拍的啊了一声，表情有些紧张。我又没出过门，我怎么会知道啊？再说了，我跟他们不熟，谁会给我讲这种八卦？我正欲开口，502在大群里发了消息，我想起来了，宋哥的主页是安指纹锁的，咱们这一栋的人家都是谁让他装的指纹锁？有没有可能刚才是他打开了302的门？我和季寒四目相对，脸色都难看得很。坏了，我的指纹锁就是他装的，那时候他给我便宜了200块钱，为此我还请他吃了一顿饭。而且刚才他进302之前的时候，曾盯着我们这边看了好久。下一个会不会？这时门口发出了滴的一声，我和季寒同时看向门口，熟悉的声音响起，解锁成功。那一瞬间，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汗毛倒竖。季寒反应比我快，你愣着干嘛呢？抄家伙！我这才反应过来，捡起一把扫帚防身。一阵风吹过，门发出吱呀的声音。几分钟过去了，没有人进来。见状，我们将家里的沙发拖过来，死死地挡住了门。季寒爬起来，表情严肃地看着我。你不觉得今天这件事很奇怪吗？我嗯了一声，是很奇怪。宋哥平时脾气很好的，今晚脾气急躁的不像是同一个人。难道真让403说中了？只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私事，不只是他们，群里的其他人也很奇怪。他们一直说报警打不通电话，但是我打通了。你刚刚也听到了，警方那边说往这边来了。经季寒这么一提醒，我猛拍了下脑袋，怎么其他人都说报警没成功，偏偏季寒报警就有人接？还有501的小情侣，傍晚回家的时候，我分明看到他们跟自己的朋友一起回来的，手中还拎着不少酒，说今晚要不醉不归。宋哥杀死了那对小情侣，那些朋友去哪里了呢？宋哥是怎么进的501的家里？凭他一个人怎么无声无息地杀死了2个人？还有季寒，他真的不知道这些事情吗？这时小群里再次有人发来消息，是502，那个人在我的门外面，怎么办？下一个会不会是我？我还没活够。迟迟没怎么说话的102开口道，怕什么？这件事跟咱们没啥关系。我也安慰道，对，你把门反锁好，刚刚他都打开我家门了，都没进来。我也觉得这件事跟咱们没关系。这时102突然给我发来了私信，你都知道了，403跟你说的吧？你的室友在你旁边吗？正巧季寒伸头往我这边看来，我下意识地把手机锁了屏。怎么了？有什么秘密是我不能看的？我笑得尴尬。之前追我那个同事没啥大事儿，我借口去厕所打开了跟102的聊天记录，他没在。怎么了？
对方回得很快，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室友应该没给你讲前几天宋哥发生的那些事情吧？他不知道，真是笑话。知道为什么开了你的门吗？前几天那件事，你的舍友可是出了不少力呢。小情侣看见嫂子从302家里出来这件事是季寒说的，他人比较直，看到事情就都会说出来的。在学校他就这样，但是那对小情侣说自己从没有看到嫂子从302出来过。你说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我的第一反应便是季寒说谎了。我和季寒是大学同学，他在学校的时候就爱这样，喜欢把事情夸大到脱离事情原本的样子。403跟你室友好像关系很密切，我总觉得你室友来这里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你还没好啊？季寒的声音从外面传来，我下意识地删掉了自己跟102的聊天记录，佯装肚子疼从厕所走了出去。警察还没有来，502的小姑娘说话了吗？她没事吧？我这才想起来502从刚才就一直没在发言，赶忙询问她，你没事吧？那人走了吗？等了半天小姑娘一直没有回话。季寒瞄着我的手机，小姑娘不会出事了吧？万一那个男人真的进去了，要不去看看呢？想了想，还是在群里问道，我们想去看看5楼那个小女孩，你们有一起去的吗？5楼的小李算是我们这栋楼的楼宠，平时见面都是哥哥姐姐的叫着。这时候小李在群里发来了一条2秒钟的语音，救我！403的大哥首先开口，去看看，咱们好几个人，难道还打不过一个人？102也附和着，我们在2楼汇合，然后拿着东西去5楼。事不宜迟，我拿着水果刀就要往外冲，就在我开门的那一瞬，季寒突然扯住了我的胳膊。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吗？从一开始302就说让我们出去，好不容易挨到现在了，警察都快到了，咱们为了小李还是要出去。但我觉得宋哥对咱们没有恶意，如果真的想杀我，刚才门都开了，他为什么不进来啊？提到宋哥，季寒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慌，难道刚才102说的都是真的？季寒在那出大型的伦理剧里面充当了重要的角色，我总觉得有人在故意引我们出去。我顿了几秒，说到底你是来借住的，跟这些邻居也没有感情，你在家等着，我自己过去。他像是松了口气，那你自己去吧，注意安全。走到门口，我突然回头，却看到季寒正在低头拿手机跟什么人发消息。我走出家门的一瞬，身后传来了反锁门的声音。可当我再次回来时，季寒死了，死在了我家里。